年岁末年初的时候，我习惯回顾一下前一年，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关键字，然后把它写成博客。在今年给自己一个挑战，想在春节之前把2023年的关键词总结出来，拍成视频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关键词是记录。我爸以前是一个记者，对我从小受他的影响，也非常喜欢拍照。有个诗人说过一句话，意思是我们不会记得生活中的每一天，但是我们会记得一些难忘的瞬间。我拍照完全就是为了记录下这些瞬间。拍的时候可能不觉得什么，但过一些年回看，它们都会变成闪闪发亮的宝藏。我也喜欢画画，曾经很喜欢把身边一些人或者搞笑的事儿画成4格漫画。以前在学校或者公司有一个小团体的时候，这个素材比较丰富，但自从居家办公以后就没什么灵感了。也喜欢用文字记录，我可能是少数那种喜欢老师布置周记作业的学生，因为我觉得把杂乱的思路整理出条理，并且加上我一些主观的润色，是一种非常疗愈的过程。23年开始尝试用视频做记录，做一段视频，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的难很多。我大部分的视频都是没有声音的，一个原因是我还是习惯以一种观察者的角度去记录，但第二其实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对着镜头说话。比如说就这一个关键词已经录了快20分钟了，对着镜头我简直就是一个失语症。这个视频最后我会发一些录制的过程，太崩溃了。你学怎么用相机，怎么收音，怎么用编辑软件，在视频影像中怎么样表达情绪和观点，这些都是我完全没有得到的东西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我拍视频的初衷就是为了享受学习的过程，不同方式创造的快乐。因为我喜欢记录的方式比较杂，我自己也是觉得顾此失彼，写写字儿，画画画，拍拍视频，弹弹琴，照照相，精进每一项技能。但我发现我和我理想中的生活就差一份只挣钱不上班的工作啦。第二个关键词是团聚，时隔4年。终于又能回到我在北京的家了，这也是第一次回到一个没有奶奶的家，心里还是非常难过的。也很久没有跟父母一起朝夕相处了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就每天觉得，你们应该吃得更营养、更科学，你们应该请一个健身教练来经常锻炼，你们应该少看手机，不要被手机里的信息茧房所蒙蔽，多看书、多学习、多旅行、多探索世界、多跟彼此沟通。结果呢？Get out! Shut up! 就好像我们曾经都是被家长期待成为别人家的孩子，那现在我们也反过来激家长，发现那些可能是我理想中的退休状态，仅仅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他们的身上是不可能有用的。你可以互相关心，可以互相影响，但是不能够强求。他们如何过自己的生活，始终需要他们内心想要的东西驱动。另外一个团聚是在年底，我的大姨、舅舅跟舅妈在伦敦跟我相聚了。我这个人一向把吃喝玩乐当成正经事来做，这次终于让我过了一个我的 dream job 的瘾，旅行策划外加地接，一起非常热闹的过了一个圣诞节。旅程中各种历史啊、风景啊、文化呀，还有美食购物的这种平衡。大众景点之外呢，也会安排一些当地的风情，还要考虑到大家的体力。但这个过程中我非常开心，每天就特别希望带家人们去最有意思的地方玩，然后吃到好吃的东西，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体验。比较遗憾的是我爸妈这次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来参加，不过没关系，将来还是有机会的。第三个关键词是做事儿。我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，23年的科技行业组织架构优化的大潮仍然没有减退。曾经被誉为养老院的互联网大厂，在年初的时候裁员还是头版头条，到现在几轮裁员下来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大额融资的成本变高了，原来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些晚期 startup 都面临着市值缩水或者是把钱烧完的这种困境，所以他们也在纷纷节流来提高盈利。种种因素加起来，科技人才市场突然转变成了一种供大于求的状态，除非你是 AI 方面的人才，否则人人都还是有一点危机感的，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养尊处优，我是大爷，我随便可以找到工作的这种心态。下一个关键词是倦怠感，明明非常明白这个事儿该怎么做，那中间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，但是因为太明白，所以有时候非常知道，可能这个账
没有什么必要打，但是必须得去做。另外一个是有些事儿其实是需要抓，但是你也没有精力，其中阻力也可能会太大。然后想到这些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无力感，反而就是手边的事情都做得非常慢。其实23年没有22年折腾，更适合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 routine。然后我也知道应该怎么营养搭配，我也有自己的运动课表，但是呢，就是特别懒，经常点外卖。我睡觉也不是很规律，也没有看很多书。年初想做的事情可能只做了6-7成。总体来说就是道理我都懂，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，并且因为道理都懂，而且以前也实践过成功过，才会觉得我到底是怎么了，我怎么这么失败。分析了一下，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来源于缺乏新鲜感，自己是一个爆发力很强但是耐力很差的人。就做什么事的时候，如果感兴趣，我就会一顿猛学，然后去实践，做出一些结果，但是之后就会放弃，或者是就觉得不想做了。所以今年可能会尝试给想要做的事情，尤其是一些比较日常的事情，增加一些游戏感，因为内在的动力是不会从天而降的，一定要把事情开始做起来，才越来越有动力，否则的话只可能会越来越懒，越来越摆烂。下一个关键词是西雅图。刚毕业的时候住在旧金山，当时觉得既然是租房，一切从简。22年底搬到西雅图，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房子可以是租的，但是生活是自己的。尤其是我在家工作，一星期80%的时间都在家里，一个舒适的空间非常重要。22年花了很多心思找到一个满意的公寓，然后按照自己的品味购置家具，装饰家里。23年家具终于到齐了，装饰的东西也渐渐安装上去，然后也慢慢买了一些绿植。这一年对自己的小窝非常满意，非常感恩能有这样一个我理想中的生活空间。然而我曾经吐槽过旧金山只适合工作，西雅图简直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边商店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7点，本来应该非常热闹的 downtown 因为疫情受到重创。其实西雅图东部还是有挺多好吃的地方，西雅图又有全宇宙最贵的 Uber 打车费，经常其实路程不是很远，那从我们这儿到西雅图东部的 Bellevue 地区就可能是要单程70多块钱，就是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吃到让我想要花这么大价钱打车去一趟，所以在西雅图的生活就相对来说感觉比较的单调无聊。当然了，西雅图周边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，非常适合爬山啊、滑雪啊、跳伞啊、出海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但是我就不是一个户外的人，我还是99.9%都是一个都市的魂，所以只能说这个城市还是跟我的气质不太符合。话说回来，我肯定不是为了过都市生活而搬到西雅图的，但是在这儿住了1年，还是难免有一种孤独感。我其实在西雅图有2个好朋友，但是去年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生了娃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生娃的第1年是非常自顾不暇的，因为是远程工作，也没有什么和同事朝夕相处的机会，再加上交通费太贵，我在西雅图的社交生活简直少到离谱，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说话都有点磕巴。下一个关键词是远方。虽然吐槽在西雅图生活得很寂寞，但是掐指一算，我1年大概有1/4的时间也没有在西雅图。除了回北京、去旧金山出差和在伦敦过冬，我还非常幸运地看到了一些其他远方的风景。4月我去了京都，看到了凌晨5点的2年版，细雨中的紫藤，琉璃光院的新绿，屋门口的柴犬，南禅寺的小桥流水，蓝山秀丽的峡湾。6月初，我去了上海，这座城市承载着爷爷奶奶的盛年，妈妈的青春，我童年大开眼界的假期，大学暑期实习的美好回忆，还有我亲爱的家人。这儿有我爱的响油珊瑚，咖啡馆精致的野树阿姨，老洋房里的鸟屋书店，美术馆仙境般的玻璃长廊。我骑车经过梧桐树下的小马路，想到弹琴的红玫瑰，跳舞的白流苏，有爱情神话的永康路。上海永远是我心底绮丽的一角。6月中，匆匆路过了东京，街头盛放的绣球花，繁忙而有序的地铁列车，念念不忘的鳗鱼饭。和同事相约在六本木的游乐场，和老同学在南青山的咖啡店见面。东京的新之旧语，别来无恙。9月去久违的多伦多参加婚礼，终于又吃到了 Tim Hortons 的蓝莓贝果。
午夜去皇后西街的小酒馆，天主教堂的瑰丽花窗，安大略湖边糖味的沙滩，这里是熟悉又陌生的多伦多。12月，走过哥本哈根的新港，想象着安徒生在这里写下卖火柴的小女孩。我在 Tivoli Garden 如繁星般的圣诞彩灯中沦陷，在百货公司摸遍丹麦设计大师的桌椅家具。圣路奇亚日的傍晚，在河边看成百条小船伴着歌声从桥下经过，幸运地约到了天竺葵餐厅一座难求的午餐。但12月的哥本哈根幸福非常简单，它就是屋里跳跃的烛光，是在寒风中吃一口热狗。关键词：充电。2023年主要的充电方式是听播客。自从有了 AirPod， 我听播客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你在刷牙的时候，做家务的时候，在椭圆仪上的时候，在出差的路上，在干任何不需要集中精力的事情的时候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找我的 AirPod 开始听东西。今年发现的新播客，第一个是陪伴型的播客，叫做 Fit for Life。是2个北京女生，算是健康博主吧，闲聊日常的一档节目。带京腔的女性主播其实非常少，听着他们俩斗贫，我有一种回到了我的初中、高中小学的那种感觉。就特别喜欢他们俩经常自黑或者互黑，听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些自己出丑的片段的时候，我真的会笑出猪叫。有的时候会描述出那种自己那种不为人知的小小的鸡贼的心理，我真的特别想跟他们隔空击掌。特别喜欢他们的真实，也很喜欢他们的性格反差很大，对一件事上能够有自己不同的观点，但同时也能讨论，能够尊重对方的观点。这个在女性主播的播客里面还挺少见的。听他们聊天，我会想象假如自己还是生活在北京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。非常感谢他们每周为我打开通往平行世界的小窗口。另外常听的是一个知识型的播客，叫做纵横四海，主播叫做 Melody， 每一期会单口几个小时讲一个主题或者几本书。我很喜欢听他讲我之前看过的书，因为他会把这个脉络梳理得特别清晰。他在这些点上的讨论也会让我的理解和思考更深入一些，并且会启发我去做一些延展性的阅读。但是听这个播客的时候是需要集中精力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被这个播客的时长劝退，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听。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希望。在2024年，我希望我能够多思考，少内耗，精力充沛，走路带风，成熟而不世故，智慧不失天真。也希望大家幸福安康。他说的是什么呀？我是不是傻子？手 ，My God， Oh my God， 啊！我的天哪！啊！